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5号星期五，这一周又要过去了。看日出，前面那山的剪影，过了那座山就到奈良了。今天往城区公园那边跑了一圈，现在往回大阪城公园。我没带手机，就看着方向跑的。之前没来过这条路，前面应该不远处就是这横着的路，现在就应该是大阪半马的路线了。明天一早去上海了，后天高校100英里。我们不是比赛队，我们是自媒体队 UP 主战队，一共就4个人，另外3位跑那个 A 组的就 A 组出发，8点出发，跑那3棒。然后我跑 G 组就是12点出发，而且我可能能占个便宜，就12点整出发，不用等到12点20。因为我估计哔哩哔哩觉得像我们这种水平，要12点20出发的话，感觉就拍不着什么了。这是认识了，这是一直通到大阪城东边一点点的一条河。那应该前面我就要到了大路左转。明天下午去测试设备，后天有可能，很大可能，如果明天不出问题的话，后天很大可能给大家带来早晨的起跑，还有中午我那最后一棒的直播，在哔哩哔哩，对，还是挺兴奋的，第一次尝试直播这种跑步。如果这次成功的话，我也弄一套设备，回头不是目标的比赛，我也给大家直播玩一玩。就不知道这天气上海到了12点的时候跑步，应该是不用戴手套了，那个时候要不然手就有点不好操作。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？聊点间歇跑、强度跑、总量应该怎么跑，或者说我觉得怎么跑可能更好吧。绕了一大圈，终于回来了，去大阪城，然后回家，应该差不多就够距离了。跑强度课这个事儿，主要跑多远？我先说结论啊，就是我认为分2种，一种你就跑绝对强度，就像我们周3这种，那对于差不多3个半小时以内的选手，单次快跑的跑量，就比方你跑几个1公里或者几个400米、800米这些，差不多超过5公里就差不太多。你说是越多越好吗？也不是，因为就是你再说我后边说我全力以赴，但是人都是会，就你不自觉想着，如果今天告诉你是9个1公里，那你的第7个你肯定就不会是那种真的全力以赴，这就不可避免的。所以我觉得5到10公里为比较合适，就超过10公里的快跑距离就有点多了，就如果是练绝对速度的话，或者绝对强度冲得比较顶。有小伙伴问我说，像周3我们这种是不是对我来说有点少？是有点少，但是凑大家一起的时间，所以你们看我周3的课我就比较尽力。从我身上也能看出来，你看这2年多我都在这么练，好像也没有阻碍我的成绩进步，甚至我还进步了。你们看我的半马成绩提升的挺快的，这2年就说明可以，这个量是相对少一点点。像昨天那种5个1公里对我来说，如果跑昨天那个强度的话，跑7个那可能比较合适，就是我的第5个不那么冲，还冲到比如3分13左右，然后第6个3分13左右，第7个冲到3分10左右，可能会更好。这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绝对速度的训练。
看这边地铁的首发车时间，明天得坐首班车去。我这儿还有一个历史的散步道。另外一种就是，你们看我现在有的时候在非赛季的时候准备比赛的时候，我在周4或者周1给自己加一个强度，就是因为我在补整个强度课，就整体的负荷不够的这个问题，这也是一种手段。然后就是我说我加的这种课呢，我觉得就是什么小伙伴可以练呢？差不多马拉松跑进3小时45，男性；如果是女性跑进4个小时就可以练。就是它不是绝对速度的刺激，而是比如你跑变速跑，就像我跑，比方1分钟快慢或者2分钟快1分钟慢这种，中间是慢跑。也就是说呢，你那1分钟或者那2分钟跑不出绝对速度，但是呢是在跑一个你的 LTR 更快的速度就可以。这种训练那就得长一点了。这种训练我觉得，至少是15个1分钟快慢，至少是15个。对于需要这个的小伙伴们，除非你现在是，比方准备比赛的倒数第2周，或者比赛后的第1周，你要是跑，对，说到这儿，比赛后的那1周，或者比赛前，如果你想加速度课，尤其是比赛后，那就建议加这种课，就是变速跑。不要加绝对速度，绝对速度的话，瞬时的那个绝对负荷太大，你受伤的风险就大。你跑个变速基本上不会受伤。像这种1分钟快慢的，就至少15个，15个大概就是你快跑的距离有15分钟嘛，对吧？15分钟，3公里多，因为你还有慢跑呢，你不是完全休息。整个下来呢，也有超过5公里的距离就可以了。不推荐大家练哪种训练的哪种强度课呢？就是其实是那时候我在北京迫不得已练的那种，就是把间歇当成了变速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看那时候我在北京的训练，比方今天我跑5个1公里，或者跑5个，最多一次跑过5个1.6公里，3个2.4公里，这些都跑过。但是那时候在公路上跑，我也不愿意停，所以中间的休息我就都是慢跑，其实也不太慢，可能跟现在差不多。那就导致什么呢？就导致你的速度也上不去，然后你还累。那是能跑挺长的，然后跑完呢也挺累的，但是他2头都没顾上。不过有一种情况，这种就是这么练也能迅速的，就是很快的进步，大概就是在3小时10左右。男性想冲击2小时55，就这15分钟的成绩，这种训练特别有用，因为它的总量大。像3小时10到2小时55这段时间的小伙伴们，其实不是单纯的耐力问题，也不是单纯的速度问题，就是身体适应不了那么强的长时间负荷，所以跑这种就有用。这种就要比你跑一个匀速的21公里有用。所以还是不同阶段怎么练。你已经245了，想冲击240，就是我那几年。你看为什么进240进得这么慢？就是因为我练的不太，那段时间可能重点就不对了。那段时间重点就应该像现在一样，就是把精力放在绝对强度上，而不是再像那时候在北京那些年，不停的那样跑，把自己弄得就是整体强度大，但是波峰波谷不明显。但是现在马上要破3的小伙伴适合我那时候那样练，因为你们看我那时候就那样练了1年，我就从3小时02，就是2019年10月底的纽约马拉松，还是11月初的纽约马拉松，到了第2年，我就可以在马路上自己轻轻松松，就不太强度大的情况下，跑了一个2小时51。
那时候就觉得在那个配速下，在那个强度下我就不累，因为你总跑那个大的强度上身体累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但是我再进步，那时候你看我第2年就跑到了2小时44，差不多也是靠这种办法，它还有一个惯性。再往后进步就特别慢了，就是因为我的绝对速度一直那时候就320多。那你说我再让自己累，我的绝对速度320多，我想在比赛中跑340多，也不太现实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差不多我应该说清楚这个问题了。回家。哎，小伙伴们，12月5号星期五，训练结束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5分11，还可以。最快1公里跑到4分33，平均心率132。就是用这种轻松跑，对我来说就是恢复跑，然后加有氧跑，加强度跑，加长距离，这样去组成一个周期的训练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们的训练营8号就开始了，还是再次得跟大家道个歉，确实是人比较多，这几天再咨询的基本上都就进不来了，因为虽然就也有小伙伴说特直接，说这个想争着进的肯定都配合度都好呀，你这放着钱不赚。但是我确实怕第一次弄利索不能及，我还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第一次弄好，所以对不起大家。刚7点35，行，回去吃饭剪辑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强度课的事情，这段时间会密集跟大家分享训练的心得，因为我最近在弄课表啊，在跟这些小伙伴们聊啊，我就确实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明天一早去上海，所以周6的下午就没有直播了。我可能会开一下直播试设备，然后周日咱们再见，好吗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